6月的晚风裹挟着盛夏滚烫的热浪，穿过窗缝呜呜作响，吹得屋内的沉闷层层翻涌，也吹得我心底的焦躁肆意蔓延。墙上的挂钟滴答作响，精准地跳至夜里11点。距离女儿苏念12年寒窗苦读的终极考场，仅剩短短7个小时。主卧里，女儿戴着降噪耳机，指尖握着笔，沉稳地刷完最后一套真题。台灯暖黄的光晕温柔落在她紧绷的侧脸，少年眼底藏着掩不住的紧张，更有一往无前的执拗。我轻轻带上房门，指尖早已攥得发白，不敢发出半点声响惊扰她的备考状态。整间屋子安静得近乎窒息，唯有玄关处空荡荡的鞋柜，悬空摆放的男士拖鞋，无声诉说着诡异的冷清。我的丈夫苏明远不见了，在女儿人生至关重要的高考前夜，凭空消失，杳无踪迹。没有告别，没有留言，没有电话，没有任何预兆，猝不及防的让人心慌。下午5点，他还准时下班归家，亲手给女儿切好一盘冰镇水果，温声细语安抚她放平心态，笑着承诺次日一早亲自开车送考，全程陪伴左右。彼时的他是温柔体贴的丈夫，是尽责靠谱的父亲，是外人眼中事业有成、家庭美满的优质男人，无可挑剔。可仅仅2个小时后，不到晚上7点，他说下楼去小区超市买2瓶考生专用纯净水，自此石沉大海，再无音讯。起初我只当他偶遇邻居闲聊，或是超市排队耽搁了时间，并未放在心上。可半小时、1小时、2小时缓缓流逝，夜色彻底笼罩整座城市，小区路灯次第亮起，暖光铺满小路，却始终等不到他归来的身影。我一遍遍拨打他的手机号，听筒里永远回荡着冰冷机械的提示：您所拨打的用户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微信消息石沉大海，钉钉工作账号全数离线，所有能联系他的渠道尽数断绝。我疯了一样走遍小区每一条小路，每一处凉亭，每一片绿地，挨个询问便利店老板、保洁阿姨、门卫保安，所有人都摇头，都说未曾见过他。一个活生生的成年人，在熟悉的小区里，在女儿高考最关键的前夜，彻底人间蒸发。夜色浓稠如墨，沉沉压在心头，窒息感席卷四肢百骸，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。我靠在冰凉的玄关墙壁上，指尖控制不住的颤抖，无数糟糕的猜测在脑海中疯狂滋生：车祸、疾病、遭遇挟持，惊悚的念头盘旋不散，几乎要将我彻底击溃。我甚至点开了110拨号界面，指尖悬在拨通键上方，只差最后一步。可就在即将按下的瞬间，我猛地僵住，骤然清醒。我不能报警，明天就是高考，12年磨一剑，这是女儿改变人生的唯一契机，容不得半分差错。一旦报警，民警上门问询、登记、调查，动静必然闹大，邻里围观议论，风声传开，女儿必定会知晓一切。我赌不起，我绝不敢用女儿的锦绣前程去赌丈夫未知的安危。哪怕此刻的我心慌到极致，恐惧到浑身发冷，也只能将所有的慌乱、委屈、恐惧硬生生压进心底，死死藏住，不露分毫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抬手擦干眼角不受控制的失意，关掉客厅刺眼的大灯，只留一盏微弱暖柔的夜灯，维系着屋内平静的氛围。今晚我绝对不能崩溃。从这一刻起，我不仅是妻子，更是女儿唯一的靠山，唯一的底气。我转身走进厨房，重新烧水晾凉，逐一对其检查女儿次日考试所需的证件、文具、准考证，一件件整齐收纳进透明文件袋，反复核对3遍，确保没有任何遗漏。凌晨1点，客厅的微光依旧未灭，女儿终于放下笔，揉了揉酸涩发胀的双眼，走出了卧室。她扫了一眼寂静空旷的客厅，轻声发问：妈，我爸呢？怎么还没回来？这句话瞬间攥紧了我的心脏，酸涩猛地冲上喉咙，让我几乎发不出完整的声音。我强撑起一抹温柔的笑意，语气平稳无波，听不出半分慌乱，
你爸公司临时有紧急突发项目，需要连夜封闭赶工，实在走不开，今晚不回来了。他让我转告你，放宽心考试，不用惦记他。这是我第一次对女儿撒谎，谎言拙劣又苍白，却是我能护她安稳、护她安心的最后屏障。女儿眼底掠过一丝浅浅失落，却很快点头释怀。少年心思纯粹坚韧，不愿让家人忧心。好吧，那我好好考，不让你们失望。睡吧，明天妈送你。我抬手轻轻抚过她的头顶，指尖藏着克制不住的颤抖。女儿乖乖回房休息，房门轻轻合上的刹那，我紧绷了整晚的神经骤然断裂，双腿一软，顺着墙壁缓缓滑坐在冰凉的地面。无边的黑暗与孤寂瞬间将我彻底吞噬。丈夫失踪，生死未卜，前路一片茫然。而我必须独自扛下所有风雨，死死护住女儿最重要的一场考试。那一整晚，我彻夜未眠。我枯坐在客厅沙发上，手机始终紧握在掌心，屏幕反复亮起又熄灭。我一次次刷新它的定位，一遍遍拨打那个烂熟于心的号码，换来的永远是冰冷的关机提示。凌晨4点，天边泛起浅浅鱼肚白，微光刺破沉沉夜色，却丝毫照不亮我心底堆积的阴霾。我起身洗漱，换上干净整洁的衣物，化了一层极淡的妆容，悄悄遮住眼底的红血丝和彻夜未眠的憔悴。5点半，我准时备好温热的早餐，轻声叫醒女儿，语气轻快如常，仿佛这个家从未经历过任何变故。6点50，我骑着电动车，载着女儿奔赴考场。清晨的风带着夏日独有的清爽拂过脸颊，路边尽是送考的车流与人流，人声鼎沸，暖意融融。几乎每一辆送考车上都是父母双双陪同，父亲细心护航，母亲柔声叮嘱，满是阖家团圆的温馨。唯有我们母女2人，单薄的身影穿行在热闹人潮里，孤单又突兀。女儿坐在后座，轻轻环住我的腰，小声呢喃，妈，其实我有点可惜，还想让我爸亲眼看看我进考场的样子。我鼻尖猛地一酸，强忍下眼底翻涌的失意，轻声回应，没事，你好好考，你爸忙完就会立刻赶回来，等着给你好好庆祝。我依旧在撒谎，可我别无选择，天塌下来，我必须独自扛住。整整2天高考，48小时的紧张奔赴，苏明远杳无音信，彻底失联。这2天，我神经紧绷到极致，不敢有半分松懈。考场外烈日灼灼，30多度的高温炙烤着大地，我全程伫立守候，半步不敢离开。别的家长三三两两聚在一起闲聊避暑，预估考题，唯有我独自站在角落，沉默伫立，满心沉甸甸的心事。手机始终牢牢攥在手里，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期盼那个熟悉的号码亮起，期盼他发来一句解释，一句平安。可从头到尾，只剩一片死寂。没有电话，没有短信，没有任何蛛丝马迹。高考落幕的瞬间，无数考生冲出考场，欢呼雀跃，相拥庆贺，漫天都是少年的欢声笑语，家长的欣慰掌声，满眼皆是团圆欢喜。唯独我立在喧嚣人群中，格格不入，心底荒芜一片。女儿走出考场，长长舒了一口气，眉眼舒展，满眼轻松，妈，考完了。我感觉发挥超常。我努力挤出最灿烂的笑容，伸手紧紧抱住她，我的宝贝真棒，辛苦了。女儿靠在我的肩头，带着满心期许轻声说，这下我爸总该回来了吧？他肯定特别想知道我考得怎么样。我抱着女儿的手臂骤然收紧，心底瞬间冰凉一片。我依旧无言回应，只是轻轻拍着她的后背，默默承受着这份无人分担的委屈与寒凉。高考的紧张氛围彻底消散，可属于我的煎熬才刚刚拉开序幕。第2章，漫长等待，蛛丝马迹。高考结束后的半个月，是漫长又窒息的煎熬空窗期。身边家家户户都沉浸在考完试的轻松愉悦里，聚餐、旅行、散心消遣，处处欢声笑语，热闹非凡。唯独我们家冷冷清清，死气沉沉，毫无生机。我从未放弃寻找苏明远的踪迹。
高考彻底结束的次日清晨，我第一时间前往派出所报案，登记失踪信息。民警认真录入所有信息，逐一调取小区全覆盖监控录像，全力排查线索。监控画面清晰记录着6月6号晚上6点58分，苏明远独自走出单元楼大门，身着宽松居家短袖、休闲长裤，一身随性装束，双手空空，确实是出门买水的模样。他步伐从容，神态松弛，眼底没有丝毫慌张、急切，更无被人胁迫的迹象，状态自然如常。可他走出单元门后，并未转身前往小区超市，反而径直走向了侧门的地下车库入口。从踏入车库的那一刻起，监控画面里再也没有出现过他的身影。无车辆外出记录，无步行离开轨迹，无任何异常画面留存。就好像他走进车库之后，凭空从这座城市彻底消失。民警反复核查监控后，也面露疑惑，最终初步判定，排除突发意外、暴力胁迫，大概率为主动失联，刻意回避家人。主动失联，这4个字像一把冰冷锋利的尖刀，狠狠扎进我的心脏，刺骨生疼。我宁愿他是遭遇意外，身不由己，也不愿接受这般残忍的真相。他是心甘情愿，主动选择抛下我们母女消失。在女儿高考这一生最重要、最需要父亲陪伴支撑的节点，他狠心抽身，决然离去。为什么？无数个深夜，我辗转反侧，反复追问自己这个问题，却始终找不到答案。我们携手走过18年婚姻，从青涩校园情侣走到安稳中年夫妻，相伴半生，恩爱和睦。在外人眼中，他是体面稳重的企业部门总监，温柔顾家，体贴包容；对内，他是疼爱女儿，体恤我的好丈夫。18年婚姻无争吵，无冷战，无绯闻，是人人羡慕的模范夫妻，完美家庭。我多年全职顾家，悉心打理家事，照料他的起居，陪伴女儿成长，孝顺双方老人，事事周全，从未有过半分差错。我自认从未亏欠过他，从未亏欠过这段婚姻。他事业稳步攀升，家中衣食无忧，岁月安稳，无债务危机，无家庭矛盾，日子顺遂美满。我实在百思不得其解，他究竟有什么理由，偏偏在女儿高考前夜，狠心抛下一切，悄然消失。警方立案调查的半个月里，逐一排查了他的社交圈、工作圈、资金流水，却始终没有挖掘出有效线索。他的银行卡、微信、支付宝无任何异常支出，异地消费、大额转账记录，资金流向平稳正常。他的私家车安稳停在公司车库，从未启动驶出，分毫未动。他的亲友、同事、挚友，所有人口径高度一致，近期未曾见过他，未曾收到他的任何消息，无人知晓他的去向。这个人仿佛刻意抹去了所有生活痕迹，彻底从人间蒸发。日子缓缓流逝，距离高考查分日越来越近，全国统一放榜时间锁定为6月25日上午9点半，全网同步开启查分通道。这半个月里，我强行压下心底所有的悲伤、疑惑与愤怒，全心全意陪伴女儿调整心态，散心解压，尽力消解她的备考疲惫，绝不让她被父亲失踪的阴霾影响心情。女儿渐渐相信了父亲工作繁忙无法归家的借口，心态日渐松弛，每日轻松度日，偶尔和同学聚会散心，静静等候查分之日。可只有我自己清楚，心底的猜忌与恨意早已在日复一日的隐忍中疯狂滋生。心绪从最初的担忧、恐慌、牵挂，慢慢沉淀为冰冷的怀疑、彻骨的失望，最后只剩满心寒凉。我不再落泪，不再慌乱，不再彻夜难眠，辗转纠结。无数个寂静深夜，我独坐空旷客厅，冷静复盘18年婚姻的所有细节，逐帧梳理过往。那些曾经被我刻意忽略、选择性包容的细碎异常，逐一浮出水面。近1年来，他加班次数愈发频繁，出差频率大幅增加，归家时间越来越晚，借口越来越多。他频繁更换手机密码，洗澡、睡觉、如厕，手机永远贴身携带，寸步不离，
严防任何人触碰。他身上偶尔沾染不属于我的淡淡女士香水味，我当初只当是职场应酬，公共场合不慎沾染，从未深究。他车内副驾时常出现细碎长发，陌生小饰品，我一次次自我消解，主动释怀，选择无条件信任。我太过笃信10几年的情深意重，太过依赖眼前的安稳生活，太过理所当然的认定我们会相守一生，平淡终老。我习惯性包容，习惯性体谅，习惯性信任，最终换来的是最彻底的背叛，最残忍的抛下。我渐渐笃定，苏明远的消失绝非偶然，没有意外，没有危机，没有身不由己的苦衷。他是刻意为之，蓄谋已久，精准卡在女儿高考的关键节点，选择抽身逃离。可我依旧猜不透背后的核心缘由。若是婚内出轨，大可摊牌离婚，不必躲躲藏藏，刻意失踪。若是负债避债，无任何资金漏洞，债务痕迹，无从谈起。若是厌弃家庭，10几年安稳相伴，为何偏偏选在女儿高考前夜骤然爆发？无数疑问层层叠叠盘旋心底，压得我喘不过气。但我始终隐忍不发，闭口不言，悄悄记录下所有疑点，暗藏所有线索，静待时机。我不再主动寻找他，不再拨打那个永远关机的号码，不再为他浪费半分情绪，半分心神。我静静蛰伏，默默等待查分日的到来。心底隐隐有预感，他绝不会彻底消失，他一定会在某个关键节点高调归来，抢占风光。而我必须在他现身的那一刻做好万全准备，绝不被动，绝不妥协。6月24日深夜，距离查分仅剩最后一晚，沉寂了整整18天的手机突然弹出一条陌生短信，打破了深夜的寂静。短信内容简短，字字诛心，冰冷刺骨。明天上午9点，我回家查女儿成绩，在家等我。没有称呼，没有解释，没有道歉，没有半句关心问候，冷漠得像个陌生人。仿佛这消失的18天里，他从未缺席家庭，从未抛下风雨飘摇的母女，从未让我们在绝望中日夜煎熬。我盯着这条短信，静静看了足足3分钟，心底波澜不惊。没有久别重逢的惊喜，没有心结释然的轻松，只剩一片死寂的冰冷和彻骨的讽刺。他果然安然无恙，他只是单纯不想回来而已。我抬手截图保存短信，云端双重备份，锁进私密相册，牢牢固定证据。随后我缓缓勾起唇角，露出一抹冰冷淡然的笑意。好，我等你。明天我定会好好迎接我的好丈夫，送他一份毕生难忘的重磅惊喜。第3章，高调归来，携秘书登门。6月25日上午8点50分，距离全省统一开启高考查分通道仅剩最后10分钟。盛夏的清晨阳光明媚，暖光透过落地窗洒满全屋，客厅敞亮通透。我提前备好电脑、手机，端坐客厅，静静等候查分时刻，也等候那个姗姗来迟的人。女儿坐在沙发上，双手微微攥紧，难掩心底的紧张。妈，我心跳好快，不知道这次能不能吻上重点。我伸手轻轻握住她的手，温柔安抚，放平心态，尽力便是圆满，无论结果如何，你永远都是妈妈的骄傲。嘴上温柔宽慰着女儿，我的眼底却一片清冷，心神早已牢牢锁定门外的动静。我清楚知道，那个人马上就要回来了。9点整，楼下传来沉稳的豪车泊车声，车门开合的清脆声响清晰传来，紧接着是沉稳有力的皮鞋脚步声，步步铿锵，由远及近，步伐不急不缓，自带十足的底气与居高临下的优越感。下一秒，楼道里响起钥匙转动锁芯的熟悉声响，咔嗒一声轻响，尘封了18天的家门被人从外面轻轻推开。苏明远立在玄关门口，一身剪裁得体的高端定制西装，发丝打理的一丝不苟，面容干净精致，周身气场沉稳金贵，宛如风光无限的成功人士。18天杳无踪迹，他没有丝毫憔悴疲惫，反而容光焕发，气色极佳，
眉眼间满是意气风发，不见半分愧疚，半分忐忑。而他身侧赫然并肩站着一位年轻貌美的陌生女人。女人27、8岁模样，妆容精致得体，体态窈窕纤细，一身干练职业套裙勾勒出曼妙身姿，长发披肩，气质温婉又带着几分妩媚干练。她手中提着高档水果礼盒与精致滋补品，姿态得体温顺地站在苏明远身侧，眉眼乖巧，自带一股刻意讨好的温婉。两人并肩而立，站在自家玄关，姿态亲密，默契十足，俨然一对恩爱伴侣，反倒让我和亲生女儿成了多余的外人。女儿瞬间愣住，满眼错愕，下意识起身，爸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苏明远抬眼望向女儿，脸上立刻铺开恰到好处的慈父笑容，温柔宠溺，完美复刻着往日温情模样。他径直踏入客厅，全程无视呆立在旁的我，抬手揉了揉女儿的头顶，语气温柔的滴水不漏，念念辛苦了，高考这几天肯定累坏了。爸爸前段时间接手了极度棘手的紧急项目，需要封闭式攻坚，手机统一上交，完全没办法联系家里，让你们受委屈了。话术完美圆滑，滴水不漏，提前备好的借口冠冕堂皇，轻轻松松就将18天的狠心失踪包装成了爱岗敬业、身不由己的职场无奈。我静静立在原地，冷眼旁观他的这场精彩表演，一言不发，心底寒意层层翻涌。紧接着，苏明远侧身，坦然介绍身旁的女人，语气坦荡自然，毫无半分避讳。对了，念念，这是爸爸的专职秘书林薇薇。这次项目多亏了她全程协助，才能顺利收尾，今天特意带她过来，一起见证你查分的重要时刻。林薇薇立刻上前半步，笑容甜美得体，目光温柔地落在女儿身上，语气亲昵又熟稔，念念妹妹，恭喜你顺利考完高考，终于熬出头了。我和苏总这段时间一直牵挂着你的考试情况，真心祝你金榜题名，超常发挥。话音落下，他十分自然地将手中的高档礼盒放在茶几上，动作舒展大方，俨然一副半个女主人的姿态。全程无人侧目看我一眼，无人顾及我的感受，无人对我半句解释，半句道歉。一人扮演尽责慈父，一人扮演得力下属，两人配合的天衣无缝，默契十足，高调张扬，气场全开，仿佛那18天的人间蒸发，不负责任，抛妻弃女，从未发生过。女儿心思纯粹简单，瞬间全盘相信了这套说辞，连忙笑着道谢，谢谢薇薇姐，辛苦你们一直惦记我。苏明远眼底掠过一丝满意，目光终于慢悠悠地落在我身上。他看向我的眼神平静淡漠，无愧疚，无歉意，反倒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审视与压迫，如同打量一个久未谋面的陌生人。他淡淡开口，语气带着居高临下的从容，这段时间家里辛苦你了，我工作身不由己，你多担待。轻飘飘一句多担待，就想一笔勾销我18天的彻夜难眠，心惊胆战，独自支撑，就想抹平我顶着万般压力独自陪考，隐忍委屈，负重前行的所有苦楚与煎熬。我抬眼静静回视着他，眼底无波无澜，无愤怒，无质问，无哭闹，极致的失望，从来都是无声无息的冷静。见我沉默不语，隐忍顺从，苏明远眼底掠过一丝隐秘的得意。他笃定我是脱离社会多年的全职主妇，早已依附家庭，性格温顺软弱，就算心生不满，也只会隐忍退让，绝不敢当众发作，撕破脸皮。他笃定我会为了女儿的颜面，家庭的体面，安稳的生活，选择忍气吞声，默认一切不公与冒犯。正因如此，他才敢这般肆无忌惮，在高考查分这个全家最重要的日子里，堂而皇之的带着秘书登堂入室，闯入家中，无视我的尊严，肆意挑衅我的底线。甚至他眼底藏着一丝隐秘的炫耀，炫耀自己事业顺遂，能力出众，即便消失半月，依旧能稳稳掌控一切，炫耀身边有年轻漂亮、懂事体贴的秘书追随，远比常年居家素面朝天的我光鲜亮眼。
一旁的林微微看似乖巧低调，眼底却藏不住满满的优越感，余光频频打量我，带着无声的挑衅与示威。客厅气氛微妙又诡异，暗流汹涌。女儿对此浑然不觉，满心都是茶分的紧张与期待，完全未曾察觉两个成年人之间剑拔弩张的对峙。9点29分，距离全网正式茶分仅剩最后1分钟。苏明远从容踱步到沙发主位落座，姿态舒展，气场十足，俨然一副高高在上的一家之主姿态。他抬手扫了一眼腕表，淡淡开口，马上可以查分了，准备一下。念念别紧张，正常发挥就好，不管考得如何，爸爸都能给你安排好后路。语气自信张扬，尽显成功父亲的底气与金傲。林微微立刻顺势吹捧，声音温柔又谄媚，还是苏总厉害，顾家又能干，念念有您这样的父亲，真是天大的福气，以后必定前途无量。这句话像一根尖锐的细针，轻轻刺破了虚假的和睦，也彻底点燃了我心底积压许久的所有情绪。我缓缓抬眸，唇角微微上扬，勾起一抹冰冷又从容的笑意。是啊，真是天大的福气。有一个在女儿高考前夜离奇失踪，狠心让妻女独自承压的好父亲。有一个在外风光无限，内里冷漠自私，暗藏龌龊的好丈夫。既然你们这般热衷于演大戏，这般想要彰显优越感，抢占风光，那我便好好成全你们。9点30分，全网高考查分通道准时开启，手机、电脑页面同步刷新，无数考生与家长涌入平台，万众瞩目的查分时刻正式来临。女儿屏住呼吸，指尖微微颤抖，点开查分界面，认真输入考生号与密码。页面短暂卡顿数秒后，亮眼的成绩瞬间弹出屏幕。总分687，全省排名327名。刹那间，喧闹的客厅骤然寂静无声。女儿瞳孔骤然睁大，满脸不敢置信，愣了2秒后，瞬间狂喜尖叫：妈，我考了687，超特招线100多分，我能上顶尖985名校了。巨大的喜悦席卷全身，少年眉眼璀璨生辉，眼底盛满星光，所有的紧张忐忑尽数消散，只剩满心欢喜。苏明远脸上立刻绽放出惊喜骄傲的笑容，顺势起身，想要伸手拥抱女儿，抢占这份高光时刻，独享女儿金榜题名的荣光。他早已盘算妥当，等庆祝完女儿的优异成绩，便简单安抚我2句，轻飘飘接过18天失踪的过错，继续扮演完美丈夫、模范父亲，维持自己的风光人设。只可惜，我绝不会给他这个机会。就在苏明远即将抬手，全场沉浸在喜悦中的瞬间，我从容抬手，按下了手边全程开启的手机录像键。画面清晰定格，人声完整收录，将此刻所有人的神态、话语、举动全程完整记录。随后，我抬眸，目光清冷锐利，直视着意气风发的苏明远，轻声开口，字字清晰，响彻整间客厅。恭喜你啊，苏明远！女儿金榜题名的同一天，你也迎来了属于你的终局。我给你准备的查分日大礼正式送达。第4章，惊天反转，层层揭穿。我的声音平静清冷，无嘶吼，无暴怒，却带着穿透人心的刺骨寒意，瞬间压下客厅所有的喜悦与喧嚣。空气骤然凝固，氛围降至冰点。女儿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，满眼茫然地看向我，妈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苏明远的身体猛地一滞，脸上的骄傲笑意瞬间凝固，眼底飞快掠过一丝慌乱，转瞬便被强势的镇定强行掩盖。他皱眉看向我，语气带着刻意的不悦与质问，试图用气势压制我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今天是女儿查分的大喜日子，能不能别阴阳怪气，故意扫兴？有什么事不能过后再说？林微微也立刻收起脸上的笑意，故作温和的出面打圆场，语气里却藏着隐晦的指责，嫂子，苏总好不容易忙完工作回来，念念又考了这么好的成绩，这么喜庆的日子，咱们家和和美美多好，别闹不愉快啊。家和美美，
我低低重复一遍这4个字，随即轻笑出声，笑意冰冷刺骨。这个家早就被你们搅得烂透了，你们也配谈家和美美？这一刻，我彻底卸下所有隐忍，不再顾及任何人的脸面，不再退让半分。18天的隐忍煎熬，18天的深夜复盘，18天的证据搜集，早已足够让我彻底撕碎他所有的虚伪伪装。我抬眼直视苏明远，眼神锐利冰冷，句句直击要害。你口口声声说这18天是封闭式攻坚项目，手机统一上交，身不由己。那我倒要问问你，全市所有企业、所有单位6月7号、8号高考期间全部正常放假调休，停工减负，何来紧急封闭式项目需要连夜攻坚？第一句话便直接击碎他最完美、最冠冕堂皇的借口。苏明远脸色瞬间微变，眼底闪过猝不及防的错愕与慌乱。他大概从未想到，一向温顺顾家、不问世事的我，会细致核查所有相关信息，精准戳破他精心编织的谎言。他强装镇定，硬着头皮强行辩解，我们公司是特殊行业，项目优先级高，情况紧急，不受节假日影响，内部封闭式管控，你不懂职场规则很正常。我不懂。我挑眉，语气愈发冰冷凌厉。好，那我再问问你，既然是公司封闭式在岗工作，为何小区监控清晰拍到你当晚走进地下车库后，独自驾车离开，全程无前往公司的任何轨迹？既然手机统一上交关机，为何6月8号高考结束当晚，你的私人微信小号在同城高端酒店有10名消费结账记录，付款时间、地点清晰可查？既然是紧急工作项目，为何整整18天，你的公司同事、领导、下属无一人知晓所谓的封闭式攻坚？所有人都证实你近期无紧急项目，正常休假，无人清楚你的去向。三连追问，层层递进，环环相扣，句句属实，字字有据。每一句话都是一把锋利的尖刀，狠狠刺穿他层层包裹的虚伪假面。苏明远脸上的从容淡定彻底崩塌，脸色肉眼可见的变得清白，身形僵硬紧绷，再也维持不住往日金贵沉稳的气场。一旁的林微微彻底慌了神，脸上的甜美笑意当然无存，眼神飘忽躲闪，手足无措，再也没有半分优越感与从容。女儿彻底愣住，满脸震惊无措，目光在脸色惨白的父亲与冷静从容的我之间来回切换，声音带着明显的颤抖。爸，我妈说的是真的吗？你根本不是工作忙，你是故意不回来的。苏明远心慌意乱，立刻试图辩解安抚，念念，不是的，你别听你妈胡说，是她误会了，事情不是她想的那样。误会？我直接厉声打断他的辩解，语气铿锵有力，毫无退让，那就让所有人看看，到底是不是误会。我抬手点开手机相册，将半个月来熬夜搜集、逐一核实的所有证据，全部投屏到客厅超大电视屏幕上。第一张，小区地下车库监控高清截图，清晰记录着6月6日晚7点05分，苏明远独自驾车驶离小区的完整画面，时间、地点、人物精准无误，无可辩驳。第二章，同城5星级酒店实名入住记录，6月6日晚8点，苏明远本人实名登记入住，整整入住15天，直至6月21日才退房离开。第三章，酒店全程消费流水、高端餐饮账单、SPA 消费记录，18天的奢靡享乐消费，比比清晰，全程可查。第四章，也是最致命的一章，双人同住登记补充记录，酒店走廊高清监控截图。这15天里，与苏明远一同入住酒店、朝夕相伴、寸步不离的人，不是同事，不是客户，不是项目伙伴，正是此刻站在他身侧，口口声声说全程协助项目、牵挂女儿考试的专职秘书林微微。屏幕画面清晰无比，两人并肩进出酒店房间，深夜同行往返的画面一览无余，15天朝夕相处，形影不离。全场死寂，落针可闻，没有一丝声响，只剩极致的尴尬与难堪。女儿瞪大双眼，满脸难以置信，
身体微微颤抖，巨大的震惊、失望、委屈瞬间席卷全身。他12年寒窗挑灯苦读，日夜拼搏，只为考上理想大学，不负家人期许。可他最敬重、最依赖的父亲，却在他人生最关键、最需要陪伴鼓励的高考前夜，狠心抛下他，抛下整个家庭，带着别的女人躲进5星级酒店，逍遥快活，奢靡度假。我独自顶着万般压力，日夜忧心，熬夜陪护，撑过最煎熬的2天高考，独自扛起所有风雨。而他却在温柔乡里夜夜安稳，日日享乐，逍遥自在。何其讽刺，何其残忍，何其自私！爸，你怎么能这样？女儿声音哽咽，眼眶瞬间通红，滚烫的泪水汹涌滑落。我高考前夜紧张的整夜失眠，天天盼着你回来给我打气，每场考试结束都盼着能见你一面。我一直以为你是工作忙碌，身不由己，原来你是故意躲着我，带着别的女人吃喝玩乐。少年的崩溃直白又滚烫，满是赤诚的委屈哭声，充斥着整间客厅，让人揪心。苏明远盯着屏幕上铁证如山的画面，听着女儿崩溃的哭声，再也无力辩解，脸色惨白如纸，嘴唇颤抖，浑身僵硬，狼狈到极致。林微微更是彻底崩溃慌乱，脸色煞白，低头垂眸，双手死死攥紧衣角，浑身止不住发抖，彻底褪去了职场精英的所有体面与优雅。所有虚假的体面，完美的人设，温馨的家庭假象，在这一刻被我彻底撕碎，碎得片甲不留。但这一切仅仅只是开始。我看向脸色惨白、心神俱乱的苏明远，语气愈发冰冷，缓缓抛出更深、更狠的终极反转。你以为这仅仅只是婚内出轨、抛妻弃女这么简单？苏明远猛地抬头，眼底满是惊恐与不安，声音沙哑颤抖。你还想说什么？他已然隐隐察觉，我准备的惊喜远不止私情败露这么简单。我勾唇冷笑，继续投屏下一份重磅证据，字字诛心。你这18天的休假享乐，逃避家庭，根本不是临时起意，是你蓄谋已久、精心策划的出逃。你从来不是单纯的婚内出轨，你是借着职场职权，长期利用部门总监身份，挪用公司公款，虚报项目开支，套取大额资金，专门用来供养你的婚外情人，维系你们奢靡无度的生活。电视大屏幕上，一张张清晰完整的财务流水、虚假项目报表、违规报销记录、隐秘转账凭证逐一弹出，条理清晰，证据确凿。时间跨度长达整整3年。3年来，苏明远利用手中职权，不断虚报项目成本，伪造加班开销，虚构合作费用，一点点蚕食，套取公司公款，累计涉案金额高达187万。所有非法套取的公款，分毫不差，全部流入林微微的私人账户，尽数用于2人的日常奢靡消费、奢侈品购置、高端酒店度假、跨省外出旅游。更炸裂的真相随之曝光，你之所以偏偏选在高考前夜紧急消失，根本不是为了陪情人躲避家人，而是因为6月初公司总部启动年度全面财务审计，即将彻查各部门所有账目流水。你3年的违规操作，巨额公款挪用即将彻底暴露，巨额亏空无力填补，即将面临公司追责、法律制裁。你慌了，怕了，所以你刻意卡在女儿高考前夜，果断人间蒸发。你笃定我为了女儿的高考前途，绝不会闹事，绝不报警，绝不深究你的底细。你笃定我会为了孩子，隐忍不发，默默扛下一切。你笃定自己能躲过审计追责，拖延时间，悄悄转移剩余非法财产。你甚至自私的以为，只要熬过高考，熬过查分，等女儿升学尘埃落定，你再回来假意忏悔，卖惨求和。我为了家庭完整，为了女儿名声，一定会选择原谅你，帮你隐瞒所有罪行。每一个字都精准戳中他最阴暗、最自私、最龌龊的内心算计。苏明远浑身剧烈一颤，瞳孔骤然紧缩，满脸绝望，双腿瞬间发软，身形摇摇欲坠，几乎站立不住。他彻底懵了。他万万想不到，自己隐藏3年的经济犯罪，
精心策划的出逃计划，极致自私的算计，会被我查得一清二楚，扒得干干净净，没有半点遗漏。林薇薇更是吓得浑身瘫软，踉跄后退一步，脸色惨白如纸，语无伦次的辩解：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这是公款，我一直以为是他的个人合法收入。事到如今，他只能慌忙撇清关系，试图摘清自己的罪责，苟且自保。我冷冷瞥他一眼，语气淡漠疏离：是不是个人收入，是不是不知情，法律会给出最公正的判决，不是你三言两语就能洗白脱身的。第5章终极惊喜，牢狱终局。客厅之内，气氛彻底跌至冰点，压抑得让人窒息。女儿泪眼婆娑，望着眼前虚伪自私的父亲，惊慌失措的第三者，心底坚守了10几年的父爱滤镜彻底破碎，眼底只剩彻骨的失望与冰冷。苏明远彻底卸下所有伪装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从容淡定，慈父温柔，只剩无尽的狼狈、恐慌与绝望。他死死盯着我，眼神复杂极致，混杂着震惊、愤怒、不甘，更多的是难以置信。他声音沙哑干涩，带着一丝疯狂的质问：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你怎么会查到这些？你一个常年在家的家庭主妇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本事？在他的固有认知里，我依附他生活多年，脱离职场，不懂规则，性格温顺软弱，是最好拿捏、最好欺骗的菟丝花，毫无威胁。他从未将我真正放在眼里，从未想过我会暗中蛰伏，查清他所有见不得光的龌龊勾当。我平静地注视着他，缓缓开口，道出最后的终极真相，完成整场反转。你真以为我这18年全职顾家，就是无所事事，只会做家务带孩子的普通主妇？我婚前是顶尖财经院校高材生，主修财务审计与经济法，专业能力远超你这个半路出家的部门总监。当年是为了成全家庭，陪伴女儿成长，我自愿放弃高薪体面的工作，洗手做羹汤，收敛所有锋芒，甘愿做你背后默默无闻的后盾。我一直以为人心换人心，我的退让隐忍，全心顾家，总能换来你的忠诚专一，踏实安稳。我从未想过10几年的付出与包容，换来的是你肆无忌惮的背叛，处心积虑的算计，铤而走险的违法犯罪。从他第一次深夜迟归，身上沾染陌生香水味开始，我便已然心生疑虑。从他第一次账目含糊，大额支出不明不白开始，我便凭借多年专业敏感度，精准察觉到异常。这半年来，我从未坐以待毙，被动隐忍。我不动声色，暗中蛰伏，悄悄梳理他所有的资金流水、工作账目、社交轨迹，一点点搜集证据，梳理线索，固定事实。我始终隐忍不发，不吵不闹，只为等待一个最恰当、最致命的时机。起初我还心存一丝侥幸，盼着是自己多疑，盼着他回头是岸，盼着一切都是误会。直到高考前夜，他狠心彻底失踪，用最自私、最残忍的方式，彻底击碎了我最后一丝期待与心软。那一刻我彻底清醒，这个男人早已不值得我有半分留恋，半分包容。你消失的这18天，我从未浪费一分一秒。我语气平静，却字字铿锵。我一边安抚女儿情绪，陪她安稳备战高考，一边连夜整理你3年来所有的挪用公款记录、虚假报销凭证、婚内出轨证据、财产转移轨迹。我主动对接你公司的财务总监、风控部门、法务部门，逐一核对账目，固定全套证据。同时我同步咨询专业律师，整理好了完整的立案举报材料。你以为自己是绝境逃生，侥幸躲过追责，殊不知你从头到尾的所有算计与出逃，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苏明远浑身巨震，面如死灰，身体摇摇欲坠，彻底失去了所有支撑。他终于彻底明白，自己自以为高明的算计、完美的出逃、隐秘的私情，在我的专业能力和冷静布局面前，不堪一击，漏洞百出。他所有的小聪明、小伎俩，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荒唐笑话。所以你今天高调归来，带着你的情人登堂入室，想要抢占女儿金榜题名的高光时刻，
想要继续扮演完美父亲、成功人士，想要一笔带过所有过错，蒙混过关。我目光凌厉，字字冰冷，那我自然礼尚往来，送你一份毕生难忘的茶分大礼。我冰冷的话音刚刚彻底落定，静谧压抑的客厅之外，骤然响起一阵清脆、沉稳且极具穿透力的敲门声。声响不急不缓，节奏规整，没有半分私人拜访的随意，带着公职人员独有的肃穆与正式，狠狠击碎了屋内僵硬的死寂。这一刻，脸色死灰的苏明远浑身猛地一僵，瞳孔骤然收缩，眼底仅剩的侥幸彻底碎裂，一股彻骨的寒意从脚底直冲头顶。旁边瑟瑟发抖的林微微更是双腿一软，下意识地往身后躲闪，指尖死死抠着衣角，浑身抑制不住的剧烈颤抖。不用开门，所有人都心知肚明，这扇门外正是我精心筹备许久，专程送达的终极结局，是属于苏明远和林微微的法律制裁，迟来但绝不缺席。急促而规整的敲门声再次响起，比刚才更沉更响，隔着一扇门板，却像是重重砸在苏明远的心上。他喉咙发紧，双脚像灌了铅，死死定在原地，连呼吸都变得破碎艰难。林微微已经彻底撑不住，顺着墙壁缓缓滑落，半蹲在地上，精致的妆容花得一塌糊涂，眼眶通红，浑身抖得如同筛糠，再也没有半点职场精英的高傲与体面。女儿站在一旁，泪痕未干，却渐渐止住了哭声。她怔怔地看着狼狈不堪的父亲，看着慌乱失态的林微微，眼底最后一丝对父亲的依赖与温情彻底褪去，只剩下一片清冷通透的平静。我迈步上前，语气没有丝毫波澜，抬手利落拉开了房门。门外站着4名身着制服的民警，身姿挺拔，神色肃穆，身后跟着2名企业法务与风控专员，正是苏明远任职公司的工作人员，所有人证件齐全，气场凛然。请问是苏明远本人吗？为首的民警上前一步，声音严肃，我们接到10名举报，同时收到你公司移交的全套材料，你涉嫌职务侵占，挪用巨额公款，麻烦配合我们立刻回警局接受调查。话音落地，屋内彻底死寂。苏明远浑身一颤，猛地抬头看向我，眼神猩红扭曲，满是不甘与怨毒。是你，一切都是你算计好的，从始至终你都在骗我，阴我。他情绪失控，上前一步想要抓我的手腕，却被身旁2名民警迅速上前拦下，一左一右稳稳钳制住双臂。冰凉的手铐咔嗒2声锁紧，彻底锁住了他自由的手腕，也彻底锁住了他10几年的风光人生、虚假前程。金属碰撞的清脆声响，在寂静的客厅里格外刺耳，宣判了他所有虚伪人设的彻底落幕。算计。我垂眸看着狼狈挣扎的男人，心底再无半分涟漪，只剩无尽的漠然。我只是拿回属于我和这个家的一切，是你亲手毁了自己的人生，毁了这个家，从来不是我算计你。你在女儿高考前夜抛家弃女，携情人奢靡享乐，挪用公款铤而走险，一边享受着我顾家持家的安稳，一边挥霍脏钱供养婚外情。我隐忍蛰伏，搜集证据，不过是让作恶的人付出该有的代价。字字清晰，掷地有声，对得苏明远颜面尽失，哑口无言。公司法务适时上前，拿出厚厚一叠盖章材料，语气冰冷专业。苏明远，经公司财务全面审计核查，你在职3年，累计虚报项目，套取公款187万，证据链完整，账目清晰，你涉嫌严重职务犯罪，公司已正式追责，绝不谅解。随后，法务目光转向瘫软在地的林微微。林微微，你长期收受涉案赃款，协助转移隐匿非法所得，全程参与涉案消费，已涉嫌共同犯罪，请一同配合调查。这句话彻底击溃了林微微最后的侥幸，她瞬间崩溃大哭，狼狈地趴在地上，连连摇头辩解，我不知情，我真的不知道那是公款，是苏明远骗我的，是他骗我单身，骗我有钱，我也是受害者。他哭得撕心裂肺，试图卖惨脱罪，可屏幕上清晰的双人入住记录
一笔笔精准入账的赃款流水，一次次共同奢靡消费的铁证，早已将他死死定在共犯的位置，无人同情，无人开脱。苏明远看着跪地痛哭的情人，又看着冷漠从容的我，再瞥向一旁眼神冰冷、彻底失望的女儿，紧绷的神经彻底崩盘。他再也维持不住最后的体面，狼狈的挣扎嘶吼：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老婆你原谅我这一次。念念，爸爸对不起你，你救救爸爸，我不能坐牢，我坐牢这辈子就毁了。他卑微求饶，语无伦次，褪去了所有成功人士的金贵，慈父的温柔，只剩自私懦弱、贪生怕死的丑陋本性。女儿静静看着他，嘴唇微微颤抖，良久，只吐出一句清冷至极的话：在我整夜紧张失眠，独自扛着高考压力的时候，在我妈妈独自撑着这个家，日夜煎熬害怕的时候，你和别人逍遥快活，从来没想过原谅我们。现在，我和妈妈也不需要原谅你。少年清澈的声音，带着彻底的释然与疏离，彻底斩断了最后的父女温情。苏明远浑身一僵，眼底的光芒彻底熄灭，整个人如同被抽走了所有力气，瘫软在民警手中，再也无力挣扎。民警不再耽搁，依法将两人控制，当场宣读传唤信息，带着狼狈不堪的两人转身离开。一前一后，曾经风光无限的公司总监，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，此刻沦为戴着手铐、人人唾弃的犯罪嫌疑人，狼狈走出小区，消失在正午的阳光里。喧闹彻底散去，压抑的氛围终于消散，空旷的客厅里，只剩我和女儿两两相望。电视屏幕上还停留着清晰的687分高考成绩，耀眼夺目，熠熠生辉。女儿缓缓走到我身边，轻轻抱住我的腰，将头靠在我的肩头，声音轻柔却无比坚定：妈，以后有我陪着你。我抬手轻轻搂住她，温热的触感抚平了我心底所有的寒凉与疲惫，眼眶微热，却扬起了释然的笑意。18年婚姻，我倾尽温柔，全力付出，收敛锋芒，甘愿顾家，换来的不是相守一生，而是背叛与算计。但我从未输，我守住了女儿的前程，护住了自己的底线，亲手撕碎了虚假的圆满，惩治了作恶的人，更找回了蛰伏多年的自己。后续的流程有条不紊，一切尘埃落定。法院开庭审理，证据确凿，案情清晰。苏明远因职务侵占罪、挪用资金罪数罪并罚，且涉案金额巨大，情节恶劣，拒不退赔赃款，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。林薇薇明知款项来源不正，依旧长期收受赃款，协助奢靡消费，构成从犯，主动退缴全部非法所得，认罪认罚，最终被判1年6个月，留下终身案底，彻底断送了自己的职场前路。我顺利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，对方婚内出轨，转移夫妻共同财产，涉嫌刑事犯罪，过错完全在他。法院判决离婚，我顺利拿到女儿的抚养权，同时分得全部剩余合法婚内财产。苏明远净身出户，所有涉案赃款全数被追缴归还公司，无任何翻身余地。盛夏8月，录取通知书如期而至。大红的信封沉甸甸的，印着顶尖985高校的烫金校名，耀眼夺目，是女儿12年寒窗苦读最好的回报，也是我们母女风雨过后最耀眼的曙光。阳光透过落地窗洒满客厅，温暖明亮，驱散了往日所有的阴霾与压抑。我看着通知书上女儿的名字，看着身边眉眼舒展、自信明媚的少女，心底一片澄澈安宁。曾经我以为圆满的家庭需要夫妻相守，岁月安稳。后来我才明白，真正的圆满，从不是依附他人、委曲求全，而是自己清醒独立、步步坚定，是母女同心，向阳而生。高考查分日，我送走了虚伪的丈夫、作恶的情人，送他们奔赴牢狱终局。也正是这一天，我和女儿彻底挣脱了虚假牢笼，迎来了属于我们的崭新璀璨的人生。前路漫漫，再无烂人牵绊，只剩清风明月，锦绣前程。